号称中国古代第一美男子的潘安与妖后贾南风是否存有私情？引发八王之乱的贾南风为何在44岁就惨烈收场？楚王司马伟和汝南王司马亮是如何被杀的？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八王之乱之贾南风服毒身亡。291年3月，贾南风在楚王司马伟的支持下除掉了太傅杨俊，结果朝政大权却落在了汝南王司马亮和元老大臣魏冠的手中，这让贾南风非常的不满。当年6月，贾南风便以皇帝的名义下诏，要求淮南王司马允、长沙王司马懿、成都王司马颖屯兵于各个宫门，同时让黄文侍郎带着皇帝的诏书密诏司马伟，让其除掉司马亮和魏冠。司马伟本想检查诏书的真伪，但黄文侍郎却以担心事情泄露为由拒绝了他，司马伟便没有坚持，相信了诏书的真实性。接着他便以贾南风伪造的诏书为根据，宣告司马亮和魏冠图谋不轨，要求宫内禁军严加警备，宫外的军队由他统一指挥，并且命令他们包围司马亮和魏冠的府邸。之后他让司马亮和魏冠上缴印绶，前往自己的封国，下属官吏则罢免遣散，一概不予追究。如果有敢违抗诏命的，一律按军法惩处；如果能够率领部下先行投降的，则封侯赐赏。司马亮得知后吃惊地说道：“我对朝廷并无二心，为何会落到如此地步？如果真有皇帝的诏书，可以拿给我看吗？”但司马伟肯定不会给他看，何况他自己也没看到。于是立即督促士兵开始进攻司马亮的府邸。司马亮的属下对他说：“看此情形，一定是有奸人在使用计谋，你府中的俊杰如林，不如组织起来先行抵抗，然后再做定夺。”但司马亮没有同意。很快他就被司马伟给逮捕了。司马亮叹息着说道：“我的忠心日月可见，你们为何如此无道，枉杀无罪之人啊？”当时的天气十分炎热，士兵们便让司马亮坐在车下避暑，还有人替他扇着扇子，一直到中午时分都没人敢杀司马亮。司马伟便下令说：“谁要是能杀了司马亮，赏布1000匹。”最终司马亮被乱刀砍死。接着司马伟派遣清河王司马峡率部包围了魏冠的府邸，魏冠的属下怀疑司马伟的诏书有假，便建议让魏冠了解清楚之后再认罪不迟，但魏冠知道无济于事，就没有听从。最终魏冠及其子孙9人全部遇害，享年72岁。至此，在司马伟的支持下，贾南风独揽朝政的阻碍被全部清除，汝南王司马亮也成为了八王之乱中第一个被杀的同姓诸侯王。然而贾南风还是不肯满足，他感觉楚王司马伟的权力过大，便想连他一起除掉。司马亮被杀的第2天，贾南风便以司马伟伪造诏书为由，派人前去捉拿。司马伟的部下接到诏书后，纷纷放下武器投降，司马伟也只好束手就擒。最终贾南风给他定的罪名是伪造诏书，导致重臣司马亮和魏冠被杀，并且图谋不轨。至此，楚王司马伟成为了八王之乱中第2个被杀的诸侯王，年仅21岁。朝政大权终于落在了贾南风一人之手，他的亲戚党羽被委以重任，例如他的族兄贾模、内侄贾密、堂舅郭彰等人。然后他启用名士张华为司空，裴伟为尚书仆射，裴凯为中书令，王戎为司徒。由于皇帝司马衷的智商有限，凡事都由贾南风做主，时间久了之后，他便开始为所欲为，完全不顾及影响。起先他经常以身体不适为由，让长相英俊的太医程据为其治病，结果一看就是一整晚，程据也顺利地升为了太医令。接着他让心腹侍女在京城中秘密寻找英俊的美男子，用香车运入宫中供他淫乱，结束之后便被秘密处死，只有姓张的小吏未被处决。有一天他身穿华丽的衣服执勤时，被人发现后举报，怀疑他的衣服是偷来的。在官员的审问下，他供述说他是被人装入香车后带走的，走了大约10里路，过了6、7道门，终于到达了一处富丽堂皇的住所。随后有人安排他洗澡，洗澡过后就出现了一位35、6岁左右，身材矮小，脸色青黑，眉后有一块小刺的女子。他们共度了几个晚上之后，女子便让他离开，还赠送了一些衣服和钱财给他。
众人听后都明白，这位女子大概就是皇后贾南风。近期失踪的很多俊男，估计也与她有关，但没有人敢彻查下去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在贾南风众多淫乱的俊男之中，最为有名的便是天下第一美男子潘安。潘安的原型其实叫潘岳，是琅琊内史潘丕的儿子。他年少有才，乡里称其为奇童。长大后，他成为了西晋文学的代表之一，金谷园24友之首。他的作品对后世影响深远，特别是悼亡诗，被誉为是中国悼亡题材的先河之作。《闲居赋》和《秋兴赋》也非常的知名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的长相还极为俊美。据《世说新语》记载，潘安每次驾车出行，洛阳街道上都会涌现出大批女子争相观看，连老妇人都为之着迷。而且很多女子会将鲜花和水果扔向他的马车，导致他每次出门都能满载而归。这个典故被后世称之为“治国迎车”。20多岁的时候，潘安开始做官。起先，他给贾南风的父亲贾充做过幕府，因为作父宋阳司马炎被迁为河阳县令和怀县县令。之后，在杨俊的门下做过太傅主簿。杨俊被贾南风杀害后，潘安作为杨俊的幕僚，也在被诛之列。幸亏他与司马玮的心腹公孙弘交好，才幸免于难。结果没多久，司马玮和公孙弘也被贾南风给杀害了。潘安又结交了贾南风的内侄贾密，升迁为黄门侍郎。贾南风失势后，潘安也随之被杀，并且诛灭3族。那么，贾南风和潘安是否存有私情呢？首先，在正史中并未记载贾南风与潘安有过交集。其次，潘安比贾南风年长10岁，贾南风独掌大权的时候大概是40岁左右，而这个时候的潘安已经都50岁左右了，所以不大可能有所私情。你觉得呢？在贾南风独掌朝政的8年左右时间里，司马衷的儿子司马昱逐渐长大，已经是个22岁的小伙子了，而且非常的聪慧，这让贾南风感到非常的不安，于是便有了废除太子的想法。299年，贾南风让人将太子灌醉，然后他让太子照抄事先拟定的文章，文章的内容是劝谏自己的父亲司马衷退位，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。结果司马昱抄到一半的时候彻底醉倒了，贾南风便模拟太子的笔记，将其补充完成，然后他便以此为据，准备处死太子。司空张华认为不妥，与贾南风一直争论到傍晚，仍未决定。贾南风担心继续拖延下去与自己不利，只好做出妥协。他以皇帝的名义废除司马昱的太子之位，暂时将其囚禁在金庸城。司马伦得知后，便准备营救太子。司马伦是司马懿的第9子，由于经常讨好和谄媚贾南风，深得贾南风的信任，被任命为太子太傅，掌管着皇宫的禁军。但其实他和部下孙秀等人一直在密谋推翻贾南风。得知太子被废，孙秀便对司马伦说，太子非常聪明，如果他能回到东宫，必定会与贤能之士谋划政事，不一定会重用我们。而且所有人都知道我们是贾南风的私党，如果我们救出太子，不仅不会获得封赏，还有可能会招致灾祸。因此我们应该暂缓行事，等贾南风杀害太子之后，我们再站出来废除贾南风，这样一来既能为太子报仇，还能立功受赏。司马伦听后觉得有理，便放弃了营救太子的计划，并暂缓与贾南风翻脸。接着孙秀便劝说贾南风的内侄贾密等人应该尽早杀死太子，以防夜长梦多。不久，太子司马昱果然在金庸城被杀。司马伦得知后，立即伪造诏书，以贾南风谋杀太子为由，派遣禁军立即逮捕贾南风及其亲信党羽。最终，贾南风被废为庶人，囚禁在金庸城。张华和裴伟等亲信在殿前被杀，其余亲信则被罢官处理。接着，司马伦继续伪造诏书，逼迫贾南风喝下金屑酒，被毒身亡。至此，为患多年的妖后贾南风终于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。朝政由赵王司马伦掌控，然后他自封为相国、大都督、都中外诸军事。他的4个儿子则被任命为冗从屠业、前将军以及黄门侍郎等职。为了拉拢文武百官，他给官员大量的封侯，最终有几千人被封了侯，孙秀等亲信党羽自然也不例外，而且封的都是大郡，
并且兼有兵权。对于司马伦的这种做法，最为不服的就是淮南王司马允和齐王司马囧，于是他们便起兵讨伐，八王之乱的第二个阶段正式拉开了序幕。那么司马伦的结局如何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